我今天想讲的倒不是屏不屏蔽这件事情啊，不过我提醒设计微信朋友圈的人，就是社交网站啊，尽量闪避负面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微博上面只有按赞，没有按不赞的啊？因为人很难承受负面的评价。我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这么脆弱，就是 S 跟我们都会有很多人给我们按赞。S 因为全宇宙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不太知道有别的网友有留言给他啊。可是正常的明星都知道网友会留言给他。我碰到的所有明星，再大的明星都一样，有1万个给他按赞，只要有1个人骂你下流鬼、王八蛋，你就会看到那一则。你不会看到另外9000多则的说你好棒、你好美，你就看到那一则说你不值得活在世界上，你是个人渣。我想过我们人怎么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啊？9000多个称赞你，你不看，你就看那一个伤害你的。我觉得是因为人的基因设计如此，我们是在世界上求生存的动物。我们到了森林里面，我们看到小白兔跳来跳去跟我们微笑，我们看了就好好走开走开。就是突然有只老虎出来，我们立刻看到那个老虎的脸，因为我们知道小白兔跟我们没关系，它微笑也好，不微笑也好，我都不会死。可是一只老虎对我嘿一下，如果我不警觉，我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人类被基因训练到，我们对正面的东西没有什么反应，可是负面的东西一来，我们就觉得有人威胁我们的生存。所以社交网站1万个人按你赞，只要有1个人按人渣，你就吃不消。社交网站的设计者当初很贴心的不给我们往下的拇指，他们给我们往上的拇指，他就是要避免有1个人吃不消，每天都被人家按往下的拇指。好了，可是他们忘记了屏蔽这2个字很伤害人啊。屏蔽这2个字不是好字眼。就是小 S 屏蔽了我没有办法用很长的文章说 S 有一些他自己私密的角落不想被我知道，所以他在我面前扮演的是小 S 的角色，我应该觉得心安理得。我不是，我就直接收到说哈，我被屏蔽了。我如果被他屏蔽了，我当场立刻就打电话过去说你搞什么鬼啊，你要想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屏蔽不是个好字眼，屏蔽简直是我们遇到的社交网站当中唯一一个令我们不愉快的功能跟字眼。所以借此提醒设计社交网站的人，你们把屏蔽2个字改成一个别的柔和的方法。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好像能够跟爸爸妈妈争取到一些别的爸爸妈妈可能会不放心小孩的事情？我觉得你要从小就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他们生了一个怪孩子啊！我念完书回到台湾的时候，有报纸找我写文章，每个礼拜6写一篇专栏。我当时就想说，报纸是全部的人都看得到的。那个报社的老板是我爸爸的打麻将的朋友，所以我要下笔写的时候，你说我要写什么？结果第1个礼拜就写了，就是我爱爸爸。我第1个礼拜就写了，就是内裤有多美丽，就表示这个人有多寂寞啊！就是我就说，为什么有的人外衣不讲究，内衣却很讲究？因为他准备好了，就是我脱下外衣的时候，才是显示我多么想要你的时候。我写的时候压根儿都没有想到我爸会看这个事情。然后报纸刊出来之后呢，家中一片安静，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礼拜天呢，我爸就把这份报纸折好放在我桌上，他帮我收好。以后每周6，不管我写多么下流的东西，他都帮我折好放在桌上。然后呢，我主持节目，他看到说，哦，原来我儿子不是疯子，他也会主持节目，他就知道他小孩怪怪的。可是他一步一步的调整他对我的期望。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有惊天动地的那种一夕之间忽然把你爹妈吓死的那种行为，你要逐步的释放讯息，这样子呢，他也许比较能够理解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所以我今天跟 S 站在一起，所以S 的世界上没有别人，那我的世界上也只有 S 而已啊。所以我对不起各位，我今天只好如此。那好了，我酬劳分你1点拿。你酬劳那么高啊？蛮高的。听说有人觉得我们这一组是灌鸡汤组合，怎么可能？对面的陈明那个撒鸡汤，都得放点盐吧，我们几个啊，都得整点辣椒面子啥的。这句话应该仅仅针对陈明老师。其实我觉得如如有的时候，你别看她长得漂亮哈，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她也会撒点鸡汤。我是鱼汤。要撒鸡汤，且可撒了。接下来听这一集，范甜甜也来撒点儿。那你这回要撒鸡汤啊？胡椒鸡汤。我从来就没有什么鸡汤不鸡汤，到我这就是肘子，就是锅包肉，就是小鸡炖蘑菇。
好，在我们开始正式的这个辩论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的女主角，她是我们组的一个编导，目前就坐在第一排，哎，她决心用这个片子来冲击奥斯卡。个人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她的心情，叫丧心病狂。啊，对，来看一看题目，叫做。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爸妈？正方要屏蔽，反方不要屏蔽。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请按键。观众好像目前是反方，趋势是反方多。我们要问问3位，小 S， 你用朋友圈吗？我用。啊，你把你的微信号说一下。你觉得我智商有多低吗？你自己会发朋友圈吗？我偶尔会发一下，可是没有到沉迷的地步。发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很漂亮的照片，发完之后也不会管其他人的回复。就是既骗他们又骗自己，大概那。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假装要跟大家互动，其实你也不是很 care 别人。就只是想要爽一下而已。爽一下啊！你知道上次你妈来了，是你姐姐在这儿录像的时候。是啊，你妈是经常去看你们录像吗？我妈她说。她是世界上最死忠的粉丝，然后我们只要听到我妈的笑声，就会很有那个表演的那个能量。从小就这样。是。所以你会屏蔽她吗？我不会屏蔽她。你的所有东西都跟她分享。因为如果真实的人生你已经不想跟妈妈碰面了，然后在那个电话当中你还要再屏蔽她的话，那跟她的时间会太少吧？如果在你年轻很小的时候就有朋友圈这个东西，你那时候会选择屏蔽她吗？就是你犯错误的那些年代。当我有在做坏事的年纪，我可能会屏蔽他。可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坏事可做了，就无伤大雅，可以不要屏蔽他。你等一下就要捏他，还不叫坏事吗？这种风险吧。真是孝顺的孩子。好，所以小 S 选择的是不要屏蔽。不要。金姐。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屏蔽的，而且亲情不是在朋友圈里表达的，所以我觉得要屏蔽。OK， 好，立场鲜明，要屏蔽。康永哥，在 S 那边，这是简单，直接选择了不要屏蔽。现在是42比58。正方处于少数，正方先开始。你选什么方？你不是也要辩论吗？哦，我吗？我不用吧，直接捏就行了。你要靠搏斗才能够赢得奖品啊！ OK， 那我跟金星姐一方，好不好？好，咱们这一方是要什么来着？要屏蔽，要屏蔽啊！好的，谁开始？大兵。聊一聊这个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啊？必须得屏蔽呀。而且是毫无悬念的屏蔽呀！很多00后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80后小时候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日记，是什么回事呢？有一个小本本，每天呢在这个本本上记些今天干啥啦，吃什么啦，天气怎么样啊？但是到了初中以后呢，这上面就会记啥呢？我喜欢谁呀？谁把我给踹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啊！其实严格点说呀，日记就是最初的朋友圈，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日记是不能给任何人看的。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小朋友的日记都被俩人看了，那就是你爹和你妈。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爹妈的能耐在哪儿啊？不管你把日记藏到哪儿，他都能够给你翻出来。当时我学小兵张嘎，我从我家墙上抠块钻出，我把日记放里边了啊，结果被我家人发现了。后来这个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爸就跟我谈呐，儿子啊，听说你搞对象了啊，然后啊还会第2天找到学校去啊，还会跟学校说，看好我孩子，注意点啊。搞对象了，喜欢谁谁谁啊，这都是从我日记里边看着的啊。后来全学校的学生都知道我喜欢谁谁谁了，尤其是我碰到谁谁谁的时候啊，他就会用杀死我都不解恨的眼神跟我说：“臭不要脸，臭流氓。”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是很中肯的。
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闹心，我非常的难受，就是因为爸妈看着我的日记，他才知道这么回事。多少年过去了，朋友们，我本以为这种教训不会再重演，结果出了一个叫朋友圈的东西，而且我还手欠教会了我的父母。然后我们今天还坐着在这讨论朋友圈该不该屏蔽父母。朋友们，难道我少年时期血淋淋的自尊白白痛苦了吗？所以必须马上就屏蔽父母。我们屏蔽父母不是完全是怕他们知道我们的隐私，因为我们之间是有隔阂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误会。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朋友的亲妹妹，她呢是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高晓松老师的死忠粉。有一天呢，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这朋友圈就写了6个字：高晓松，我爱你。结果正好被他爸看着这条朋友圈，当时就急眼了，打电话叫人，找了17、18个朋友亲戚呐，4里8村的就喊了啊，必须给我抓住高晓松，必须给我抓住他。然后到学校去找校长，跟校长说，你们学校谁叫高晓松？给我出来，来，把高晓松给我找出来。校长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个人啊，没有叫高晓松的，不是，不可能。我姑娘都发朋友圈了，说她爱高晓松，肯定有这人，你别骗我，赶紧给我找他。后来我朋友妹妹实在没办法了，给他爸看看咱们第1期奇葩说的视频，他爸才知道啊，这高晓松是一个明星。转念我朋友他爸就想，哎呦我去，这姑娘是不是我亲生的？口味咋那么重呢？所以说，父母不了解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状态，所以我们会产生误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拿出手机，赶紧屏蔽二老。谢谢各位。迪迪，我跟你讲，真的，我听你说完话，我当时恨不得就骑你身上来吧，快！大兵老师啊，你讲了2趴，前面说日记，后面说高晓松哈。是的，是的。先说说日记的事儿啊。你小时候写完日记都锁起来了，对吧？对啊。给全班同学传阅了吗？没有啊。对啊，可见日记跟朋友圈不能类比，因为朋友圈发出来就是给朋友看的，是的。日记写出来是留给自己的回忆，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所以前半段对这个辩题没有任何关系，对吧？我讲故事呢嘛，前半段啊。很好，谢谢。好的。您说很清楚了，日记当然不给大家看，因为日记跟朋友圈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嘛。对，所以我跟你说，我讲故事，你咋听不懂我说话呢？对，所以呢，好，我们聊聊高晓松的事。好的。你的那个妹妹只发了6个字：高晓松，我爱你，差点酿成了一起东北悲剧，对吧？好，如果他多发一点朋友圈，把高晓松的歌也发一点，高晓松的文章也发一点，高晓松的晓松奇谈也能发几期到自己的朋友圈上，他爸爸更多的了解一下他。是不是更好？关键是他没发呀，说的多好啊！所以，刚才你有提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父母了解我们，不在于父母了解我们的还不够，所以有误会。朋友圈就是那条桥，让父母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们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你妹妹刚才的问题主要出在朋友圈发的不够多、不够深，多发一点，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仅解决了高晓松的问题，还能解决他们的父女关系。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呀？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但是是什么原因呢？听我说，挺好的。你刚才说啊，是一条桥跟父母的，但是他姑娘恰好就没搭上这根桥，所以就掉下去了。说的多好呀！朋友圈这个桥没搭上就掉下去了，该不该搭？我们讨论的是该搭，但是该搭，谢谢，好，是该搭。最后，谢谢，非常感谢。好的，等一下，我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人家都坐下了，你还总结一下？一句话，大兵，你刚才谈的都是孩子的心态，是对的，因为只有当孩子是孩子的时候，才把父母当父母。一个成熟的人要把父母当朋友，所以他们应该在朋友圈里。谢谢。赢了！我看到小孩子在拍手，我很担心你的舌头激发他的手指头的欲望。这个我真没有。好，我们该反方了。哎，好。屏蔽父母其实分为2种，刚大兵老师说的是不让父母看自己的朋友圈，那也有就是我们把父母的朋友圈也给屏蔽掉的，就是父母朋友圈的内容我们也不看，这也算是屏蔽父母。我想说一说这一种。其实我们屏蔽父母朋友圈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们每天都在刷屏一些心灵鸡汤和生活小常识，比如女人请放下这9样东西，你会变得无比优秀，或者是看到这尊佛，请在8秒钟之内转发，咱们中国人都得转之类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神烦，然后就把他们给屏蔽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恰恰应该关注父母的朋友圈，因为我们应该做父母朋友圈的安全卫士。其实父母在网络世界里，他们就像孩子一样，他们是充满好奇、充满热情的。但是呢，他们的辨别力可能有一点差，他们好不容易从偷菜变成了玩朋友圈。可能他们就会被各种什么心灵鸡汤帖啦、养生帖、保健帖，他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你们的父母肯定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发那种保健帖，因为他们很注重健康嘛。但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朋友圈现在已经是健康类谣言的重灾区了。而且这些保健帖都会用一些非常吓人的字眼去蛊惑我们可爱纯真的父母，比如说什么致癌、身亡、震惊了、转疯了，99%的人都该看。所以我们父母就会觉得哇，这些东西很有用。之前有一个在朋友圈盛行的一个保健帖，说的就是什么你每天按摩颈部几次，3个月治好颈椎病。然后真的有父母会照着去做了，而且推荐给别人。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有专家出来辟谣说，这就是朋友圈里的伪科学。所以你作为父母的孩子，他们朋友圈里面唯一的年轻人，你不帮他们辨别，谁帮他们辨别？最后说几句鸡汤，就是小时候父母带我们看这个世界，带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现在他们老了，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精彩，但是父母的世界越来越小了。所以我不可能去屏蔽我父母的朋友圈，我想牵着他们的手去看这个世界。第1季奇葩说片头有这样一句话，就是40岁以上人群，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父母想看看这个精彩的多元的世界，子女想要牵着他去看，所以监管父母安全上网，人人有责，不要屏蔽，谢谢。最近有一个电影叫《道士下山》。首先，先来讲一下陈明的问题啊，你少拿朋友式的父母来扰乱视听，有朋友一样的父母。但是父母永远就是父母，不可以等同成朋友。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洗澡，我这么大了，你叫我在我爸面前裸奔，下不下流啊？还有这个给我撒鸡汤的啊，又跟我说什么？哎呀，爸爸妈妈，我们要带他去看看世界呀，什么什么。是啊，你牵着你爸妈妈去看呢，你给他看朋友圈干嘛？发张照片有用吗？对不对？对。那么付出一点行动行不行？别老放嘴巴里边。接下来我要开始撒我的鸡汤，也是不容易啊，最近老母鸡吃的挺多的。我认为，屏蔽父母反而是一种尊重父母的一种行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个辩手；回到家里，我是我父母的孩子。像我今天很简单，看到贵个老师比我年纪大，我必须得叫一声老师，这是一种尊重，这是一种礼貌。看到你们这些小孩子们就滚开。为什么？就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种可怕的姐姐的。就是每个人在每个人面前的一种态度。我不可能今天看到马老师，老马很久没见了，行不行啊你？不可以的。就像艾丽，我一直很后悔，因为我没有想到李如竟然公然挑衅，让所有的90后的父母来看这个节目。你想，如果艾丽的爸爸妈妈看在舞台上骂他绿茶的时候，他妈怎么想我呀？在这里，我要跟二老说一声非常不好意思。我要道歉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屏蔽父母圈的话，天哪，我在这里从头道歉道到尾啊！潇潇也是，这你妈妈也会看的。你想看你妈妈如果看这个节目，你整天这个呢 A B C D E F G 乱放的，不让她看的，是不是？不能看，开玩笑，必须得屏蔽，是不是？你还能演得更像点吗？也就是说，你在你父母面前的时候，你必须保证一个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那样一个样子。啊，这个鸡汤撒的好像不怎么样，看来我不太合适撒鸡汤。那我们老鸡不出汤。
老鸡吃小鸡。等会儿我找你，你给我等着。那个李逵，你继续。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的。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发朋友圈，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你跟你父母合得来的情况下，你无论发任何朋友圈都没有问题的。但当你跟你的父母合不来的情况下，你发任何事情都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打个比方，你跟你父母合得来，你发张照片，凌晨2点钟起来撒泡尿，哎呦，跟你妈妈说宝贝，你早点睡。如果你跟你爸爸妈妈不合适的话，父母会说一些什么话？你怎么晚上2点钟还没有睡觉？你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你这样对身体不好，巴拉巴拉巴拉又说带一圈。这很简单，就像我马薇跟我说句，他咳嗽一声，他爸以为他得了癌症呢。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会引发一个非常大的血案。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爸爸妈妈稍微的屏蔽一下呢？真给力！说句实话，有一些孩子们确实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交往的不是特别顺利啊，关系不是特别的好。可是每个人都很害怕说，我今天屏蔽了朋友圈，就告诉所有的人我是个不孝的孩子。每个人都害怕被这个孝道所捆绑住。今天我可能没有什么立场讲这句话，因为我是被父母疯狂的爱着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屏蔽朋友圈？因为我不需要他们受到伤害。作为一个孩子，就应该有个孩子的样子。我希望尊重我的父母。谢谢大家。你有没有看过也有这个路数的辩手？有，就是很惊人吧？大妈型的，可是口才很好。他如果进菜市场，别的女性应该休想买到任何食物。好，反方。刚才甜甜姐说这个分情况嘛，我们和父母合不来的，我们要屏蔽；如果我们觉得和父母合得来的，其实朋友圈还是一个加分点，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彼此。他提醒的是各位，如果你们觉得和父母合得来，请拍蓝灯，这是片面的。甜甜姐说，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和父母扮演不同的角色，和朋友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其他人需要的角色，而父母想看的是你各种各样的角色。今天就像甜甜姐所说的，我们不谈孝道，我们只跟着这个情境走，感觉一下这个感觉对不对。我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我原来嘛写过微信公众平台，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自己写文章，很多文章很有可能是没有那么正能量的，很多是偏阴郁的。我妈妈就知道我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所以她就关注来了。关来之后，她觉得，哎呀，我的儿子写的真好，于是她号召她身边亲朋好友啊，都是各种叔叔阿姨。我在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IP 那么多，我就知道都是他们一定关注来了。所以在我不断写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儿子，你呀，这个年轻人，你得写点阳光的东西，你得写点正能量的东西啊，你得影响别人呢，你别搞那些那个怪阴暗的，那个可不行。我这时候感觉就不太舒服了，我觉得我和我妈妈有隔阂。她再加一句，我们身边的这些你的叔叔阿姨们看了也都这么觉得，所以我当时做一个决定，当天我就把他们拉入了黑名单。哎呀，我太生气了，但是事情发生的比我想的还要快。在晚上，我妈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问我说：“大儿子，妈妈为什么看不到你的文章了呀？”她看不到了，她可难过了。所以我不想和对方掰着什么道理，我不觉得爸爸妈妈来看到那个东西不断给我打电话烦我这件事儿让我特别心痛。让我心痛的是，当我听到我妈妈那一句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看不到你的文章了的时候，我觉得我这儿子当得好差呀。所以我就把他们从黑名单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哎，效果很好哦。他们再也不提我文章阴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父母也是要调教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发现啊，我们和父母大家都知道差别有很大，但是我们宁愿这些差别暴露出来嘛，我们交流交流嘛。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不会说因为你这一点我不理解你，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的，不会这样，没那么严重。我相信我们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之后，我们反而能够形成和解，对不对？所以啊，
我希望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他们讨论讨论，永远好过于当你父母刷你朋友圈的时候，他打开你的朋友圈，发现只有一道细细的横线。谢谢。齐心，请起立。好。今天你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发到朋友圈上？不是啊。好，什么不发？我也不是和所有的朋友都发所有的信息。对对对。每个人自己的心中每个人自己的心中都会有一点点秘密的，连朋友圈都不会发。好，那你想让你的父母看到什么样的秘密？我想和父母看到我生活当中的一切。今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哦，好，今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你能不能就是今天录节目来照点照片给妈妈看看？她说了3遍，她太想了解你。好，刚才她的一个矛盾是，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的一些秘密，但是我又想父母知道我的一切，所以这是第一个矛盾。哎呦，好，你先自拍。行，今天思达第一个矛盾是，我想让父母知道我一切的秘密，但是我又不会告诉我父母的一切，对不对？哪些秘密不想让你父母知道？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在朋友圈发，一定要注意。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不想让父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好，所以你的这个秘密就是不想让父母知道的，就是不想让全世界知道的，全天下都不能知道。剩下的事情父母都可以知道，对不对？对。好，知道了，我七夕完了，等会儿我给你总结。什么叫等一会儿？你就赶紧对，好，那来我总结吧，刚好就是我的环节了嘛。啊，对对。其实今天思达他们那一方装了一个世界上最清纯的，什么意思？今天我打开了我的朋友圈，但是我往上发东西的时候，我会筛选掉我心中的一些秘密。什么意思？我打开了朋友圈，却把秘密藏得更深了。您方说的要搭起那一座桥梁呢？您方不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想要父母知道你的一切吗？可是您方把那些父母最担心的东西视为秘密藏了起来，把父母觉得不怎么担心的光荣的一面放到了朋友圈上。您当只报喜不报忧。好。所以今天对方的这个假设前提首先不成立。来，接着说到我的观点。今天我们谈论任何一件事情要不要的时候，无非2个字，第一个字是情，第2个字是理。我先从理上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什么叫做理？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不可避免的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的隐私空间会越来越大，从第一本被锁上的日记，到第一扇被关上的房门，以及到最后我搬出家门成家立业。这是一个人类所无法抗拒的隐私越来越大的一个社会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要窥探的欲望。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父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给我充足的理由，告诉我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孩子也不是不讲理，说你一定不能看。如果你父母能够说服我，能让你看。可是对方今天给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父母会担心吗？可是大家想一想，因为我担心你会做坏事，所以我必须知道你的一切。这种思路其实非常危险。也许你们会认为在家庭领域谈理好像有点过于冰冷，我就跟你来谈情。今天首先第一个情是我自己的感情，我是一个情窦初开的人。我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个朋友圈说，10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但你的微笑将我的遗憾填满。非常简单的一句歌词，但是我的父母在说，上课你又瞅人家傻小子笑啥呢？你就不能好好学习吗？你一天到晚的。小的，你一天到晚不能好好学习吗？你以后怎么办呀？你以后出了社会要不要好好工作呀？这个时候父母的那番话，把你的那种美好的泡沫全部击碎。那个人本来是你口中的一颗水果味硬糖，但是因为父母的介入，他变成了一个早恋对象。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这个秘密因为父母的介入而变得不再那么美好？所以你的感情被打击了。第2个感情，父母的感情。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发朋友圈是在吐槽一些夜深人静自己心里不开心的情况。可能我会说今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些悲伤的事情，我发到了朋友圈上。但父母看到之后，他们除了担心能做什么？我们和父母之间有太多的隔阂，我们和父母之间有太多的代沟，我们和父母之间有太多的距离。很多时候他们的手已经伸不过来了，但是他们的心却一直在你身上。这个时候你将朋友圈发了出来，你除了让父母平添担心之外，他们做不了任何事情。所以你这个时候不屏蔽，反而让他们更加担心。你不是想让父母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吗？你伤了父母的情。第3个情，你说今天我就想不让父母担心，我发所有好的东西在朋友圈上，这个时候你的朋友还是要看的。你的朋友难道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是个什么吗？但是你在朋友圈上表现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芭比 doll， 你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么装，屏蔽你。你不屏蔽了父母，却被你的朋友屏蔽了，你伤了朋友的情。
所以综上所述，无论从理从情来说，都要屏蔽父母。谢谢。这个你在班上瞅着哪个小伙子微笑啊？我用的10分钟的恋爱说的是小 S 小时候啦，对吧？我会唱的。10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点短暂，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好，谢谢，非常感谢花喜，非常感谢你。你刚才把我很多我要说的话都说了。花喜，你刚才说我们与父母渐行渐远，你说我们跟父母之间有了太多的代沟，我们很多的只言片语的信息被他们了解到，很有可能会被误解，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担心。当然了，父母离我们越来越远。从18岁开始，我们和父母就是渐行渐远的，像2条不是在一个轨道上的列车，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电视剧，一集是1年的话，前18年父母完全的参与了，从18年之后，父母阶段性的参与了。从我们参加工作，在另一个城市开始自己新的家庭、新的生活，他真的不知道了。这就是这么多代沟，就有这么多鸿沟在。今天我们双方的区别是怎么对待他，你选择的是屏蔽。你担心他了解只言片语，所以留给父母那一条横线。你觉得这样他就不担忧了？我们选择哪怕做一点，哪怕不够，我们从打开我们的朋友圈开始。我父母跟我不在一个城市，我从大学到现在10几年时间，现在每天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3句话，父母打电话就问3句话：吃了吗？吃了。热不热那边？还好啊。这段时间休息的好不好？不错哦。电话就这样了。我们聊什么？我们聊什么？不知道聊什么。有时候我跟他说，我前段时间跟马薇薇一起打了一场辩论赛。马薇薇是谁啊？当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停下了。我怎么解释？这是一个那么长的故事，我从哪一段开始讲起？我沉默了，你知道吗？解释不清楚，真的解释不清楚。所以这就是在渐行渐远。你知道亲情都是处出来的。18岁你觉得父母那些念念叨叨那么心烦，你38岁的时候回头看，多甜呐！没有了，我在武汉，他们在黄石，距离不算远，聊什么？聊什么？我感谢朋友圈呢。有很多事情他没有重要到我要专门给他发一条短信去讲，打一个电话去说。但是有朋友圈这个东西在，我经常发一条，我今天发一条我吃饭的，明天发一条我宝宝的，我的孩子今年1岁多了，我也发一条，这就是话题。你刚才说父母是出于担心要看我们朋友圈，我从来没有这么讲过，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早就过了那个年纪了。现在我只想跟我们那个渐行渐远的父母，不要越来越远，我们拉一把好不好？今年我的父母已经60岁了，我们距离虽然不远，我现在每年见他，过年、清明、5一、11，又到了过年。甜甜姐说你去啊，我想啊，工作要不要做？就这几个段时间有假期啊，我怎么去？我1年见4次，我觉得不错了。我觉得每年见都很开心，但时间就那么短暂。他们已经60了，按平均年龄来算，他们活到80岁，还有20来年，1年4次，80面呢。这是我们最亲的人。一辈子，我也许见他不超过80面了。你让他在朋友圈里多看一看我的容颜，怎么了？有错吗？最后我要对甜甜姐做一点小小的解释。甜甜刚才说了有一句话特别好，我把它记了下来。我们说，就要让父母觉得你永远是个孩子，不要让他看到你的一切，这就是对父母的尊重。这是你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我的原话不是这样说。我们到时候孩子在父母面前就应该有个孩子的样子。很好，我要告诉你的是 ，never。真正对父母的尊重，不是让在他面前你永远像个孩子。父母最希望看到的是你的成长与成熟。因为我有一个女儿，虽然才1岁多，她不会发朋友圈。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对父母从古至今有个重大的误解。我们一提到父亲那个威严如山的形象，母亲絮絮叨叨又很敏感的那个形象，那就是我告诉你装出来的。我当爹了，我才知道那都是装的。几千年传统文化告诉你，父亲就要有个父亲的样子，母亲就要有个母亲的样子。孩子以为父亲和母亲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现在在我孩子面前正襟危坐，我跟他说：“小心，这个事情不能做啊！”特别像个爹。我天，我跟你讲，我就是个孩子。我们父母在我们面前，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孩子。我理解你们那么多担忧，这东西不要让他看。奇葩说我不能让我爸爸看，父母什么没有看过呀？这就是我刚才最先开始跟大斌说的那句话：当我们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高高在上；
我们要保留自己那一点领域。是的，那是个孩子气的选择。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把父母当作自己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是平等的，他们只不过给予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趟的生命，除此以外，我们所有的人格，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所有的权利与生活中相处的方式，都是决然平等的，就像对待你的每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你的父母，这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尊重。谢谢。Come on， 我要揉你的。说得好。我刚刚几度都要哭了，真的。我真的为全场所有的而担心。Come on， 我要揉你的。Come on， 我要揉你的。这个我真没有。Come on， 我不拒绝。Come on， 直接捏就行了。那个随便。揉狂魔真的是。让潇潇来说好吗？刚刚陈明提到一点啊，他说其实要跟父母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你说父亲该有一个父亲的样子，但是我说真的，我妈还觉得男孩应该还有一个男孩的样子呢，但我就是这个德性，你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大家知道我在我们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我穿的跟陈明似的，说话跟艾丽似的，你们懂吗？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当父母年纪已经大了，我不想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给他看。我在我的朋友圈每天发一些特别狗血的东西，半夜谁陪我吃个宵夜呀？啊，谁今天有空陪我去唱个歌呀？哎呀，我这些是发给一些就是特定的或者是有暧昧情愫的人看的，真的，我还以为是发给我的呢。就是你呀，你不知道啊？你还是把我屏蔽了吧？都没看到。所以大家我们都没看到，你看过呀？就只有你看到了，真的。没有，别装傻。我现在就屏蔽了你。所以刚才陈明说要跟那个父母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要去尊重父母。但说实话，我宁愿让父母看到我的一个假象，只要他开心就可以了。我不介意在他面前做一个虚伪的自己。你知道我妈烦我都烦到哪有程度了吗？你跟你爸是半天见不了面，我没事就回成都。我妈说你怎么又回来了，烦死我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吗？你该我告诉你，刚才甜甜说的特别对，我真的是严防死守，不想让我妈看《奇葩说》呀。但是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一个什么小道消息，真的我太红了，哎呀！我妈就还是把《奇葩说》给看了，你知道吗？所以如果父母想了解你，他有很多的途径，包括你的高中同学、你的初中同学、你现在的朋友等等等等，就给我们那个朋友圈一片净土，别让这片自由的天空飘来一朵乌云，行不行啊？你说是哪头啊？啊，来，陈明，潇潇刚才有问我，对不对？他说你在你家里的时候，在你父母面前的时候，表现的像不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其实还蛮有儿子的样子，对吧？至少像一个男人的样子。你看，你有严防死守，对吧？你希望呈现出那个你认为父母看了会开心的样子，对吧？你做了你所做的一切，对吧？做到了吗？做到我妈爱我。你妈妈现在了不了解那个真实的你？哎，就是说真的，我觉得不需要让父母了解完全。我告诉你，潇潇，我真的我负责任的讲一句。父母看到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开始长到18岁，你真真心心是什么样子，你的所有的妆他全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你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吗？你所有想保护的那一切，所有的在他的眼里心知肚明。你今天如此之红，你深夜出去吃一个小龙虾都会有路人拍。你真的以为奇葩说你没有发朋友圈，妈妈就不会看？做一个父母的心，从你第1集开始，他可能每一秒都没有落下，但他从不告诉你，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你不愿意你告诉他。我知道你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你的父母，我丝毫不干涉。我要站在父母的角度讲一句，如果真的是我的孩子，我看到这一切，我真正的希望有一天他把这一切真真实实的与我分享，那是我一个做父母最幸福的时刻。谢谢。陈明说，他作为一个父亲，要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出父爱如山，你是不是屏蔽了你心里面猥琐的一面？你在你的孩子面前没有屏蔽你自己吗？你屏蔽了。
悄悄的回家面前当一个男人，他有没有屏蔽他自己身上稍微有那么一点娘的一面？他屏蔽了。所以今天陈明所有的观点恰恰论证了我方立场，就是该让父母看的让父母看，不该让父母看的全屏蔽；该让孩子看的让孩子看，不该让孩子看的全屏蔽。您论证的是我方立场啊，给我错过了。永开，像你这样的儿童适合参与这样的讨论吗？恰恰是因为我这样的儿童，所以我不谈孝顺，我谈成长。非常好。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双方陷入一个误区，在于他认为父亲会导致我们有很多误解，可能会打扰我们的人生。可你没有想过，在我们人生在青少年之前的阶段，我们的人生是谁引领我们成长跟见识的？是我们的父母。对方讲了很多很值得担心的东西，例如你工作不顺利啊，爱情不顺利啊，你的父母都经历过。你说你暴露出你事业的担忧的一面，坦白说，父母早就知道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你认为爱情上可能有缺陷，你怕父母担忧，父母早就知道爱情必然会有缺陷，你暴露这一点没什么，恰恰是可以给你父母一个机会，教导你如何学着去成长。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其实我觉得双方的探讨啊，说真的有点陷入一个死胡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每一家的父母相处模式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父母，你袒露一切缺陷给他，他都无所谓；有一些父母，你袒露一点缺陷给他，他就希望你立马改正。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家庭经历说事情。其实我觉得朋友圈应不应该屏蔽父母这个视角，我们打开一点，想想我们是不是在探讨社会已经进步到了我们对于传统的亲子关系可以有一些新的认知、新的改变和新的形式。什么意思？过去我们中国人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父母之言，媒妁之命，我们的事业要遵从家族的安排，对不对？所以你们会发现，我们先天的在过去会认为，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的一个部分，是家族的一个部分。所以当这个时候，无论他是以关心的旗号也好，以引导的旗号也好，以保护的旗号也好，以好奇的旗号也好，他可以以任何一种正面或者负面的旗号来占据你的全部生命。可是时代进步到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试想一下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在出生的时候，父母没有太征求我们的同意。我在我还不了解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入了人生，这叫被人生。好，那么我渐渐长大了，我有没有这样一种自由，在我18岁以后，我去选择我的生活，甚至我去残忍一点说，我选择我尊重我的父母，可是我跟他没那么亲密，我有没有可能把他当成一个比较疏远的朋友？这样说起来蛮残忍的，可是你知道吗？朋友我们可以选，对不对？爱人我们可以选，对不对？可是父母我们从来没得选。那当我们没得选的时候，我能不能尽可能的在养活他、尊重他的情况之下，我有一点点可以选，就是我有一些秘密，我有一些心情，我有一些人生道路的选择。不好意思，爸爸妈妈，我不想告诉你，也不想听你的，哪怕你会伤心。好，没有了是吗？没有了，我没有了好了们进入到这张桌子上的辩论吧，包括你本人在内哦。哎，你需要我替你主持这段吗？好啊。来，木鱼拿来。哎，你很想敲，对不对？好，现在回到了我们桌上的辩论了。那据我所知呢，我们的金星女神，你是在认为应该要屏蔽的那一方。是的。然后马东也选择应该要屏蔽那一方，S 选择不要屏蔽这一方。是。我永远在你这方。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先让初次加入我们奇葩说的 S 啊，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你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不要屏蔽，是因为？因为我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就是你屏不屏蔽？你回去试试看屏蔽你妈，你看看大得了大不了。他就会说你干嘛屏蔽我啊？我就会说好吧，那就不要屏蔽。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就是。所以你认为是件小事，所以何必屏蔽呢？是。好，那你可能必须要分出来，屏蔽与不屏蔽之间哪个杀伤力比较大？所以是不是被屏蔽很严重？所以妈妈一说，你赶快就不屏蔽了，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我妈会嚷嚷的话，我就想说那就不要屏蔽她。好，所以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了，就是你觉得因为事情太小了，所以不要为这个母女吵架，是吧？对。那你刚刚听到了他们这一方的说法是，天下的母女不像你们这对母女什么都可以聊的，很多母女处不来。所以你有想过别人也有不同的母女吗？还是你认为全宇宙只有你们这对母女？我觉得，哎，我以为世界上只有我这个人哎。你们是谁啊？你们怎么会有其他的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是道具。我不是宇宙的主宰吗？你是啊。我说可以不要屏蔽就不要屏蔽。我知道，收到了。所以你觉得，如果听到他们刚刚各种为难，各种爸爸妈妈跟这种各种孩子有各种关系的时候，你认为是不是也是件小事，就让他们屏蔽算了吧？是不是？对，就是你们的任何面貌，我想父母都了解吧。就是要屏蔽不屏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如果被孩子屏蔽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哎，这就是我孩子嘛，我孩子就是这种会屏蔽爸爸妈妈的人，所以我就认了。对。OK， 所以你还是觉得不用屏蔽。那你刚刚讲了说，如果爸妈觉得孩子是爱屏蔽爸爸妈妈的人，是可以屏蔽的。好，那我回家好不好？没差，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要，好不好？ OK， 让我回饭店喝一杯好不好？对 S 的立场就是以他母女做例子的话，他是选择不屏蔽的。可是如果讲到别人家的时候，他不知道世界上面有别人家，所以说这样。多么讲完了充足的立论啊！好，然后请问你们两位谁要先讲？我先讲，肯定我先讲。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小的时候，我们不认知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依赖于父母。当我们有一天长大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独立摆脱父母，并不是不关心父母，不让父母看到我，而只是跟父母保持一个距离。因为父母也好，子女也好，哪怕再亲的人，他都有自我空间的。屏蔽只是一个现代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个交流结构而已。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把我屏蔽掉了以后，我会有点失落，但我不会难受，因为我知道他长大了，他早晚要离开我的。妈妈，我需要有点空间。现在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会失落5秒钟，但我同时高兴。可以了，我可以往后退一步了，我不必要24小时的把我的天线打开。我的孩子怎么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正面角度来讲，孩子如果主动屏蔽父母的话，他可以独立面对社会了，这是一个好的，这是一个进步。所以我觉得屏蔽是他成人了，独立了，好事情。那等一下我发言后，马东毕竟是议长，所以他依然拥有优势，就是他是最后一个发言，而且他说完之后不准有人再发言了啊。那木鱼交还给你，因为我怕你等下要报那个赞助厂商的事情。哦，啊，我不太比得上你报厂商的方法。我先说，你最后说。我今天想讲的倒不是屏不屏蔽这件事情啊，不过我提醒设计微信朋友圈的人，就是社交网站啊，尽量闪避负面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微博上面只有按赞？没有按不赞的，因为人很难承受负面的评价。我想过为什么我们人这么脆弱，就是 S 跟我们都会有很多人给我们按赞。S 因为全宇宙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不太知道有别的网友有留言给他啊。可是正常的明星都知道网友会留言给他。我碰到的所有明星，再大的明星都一样，有1万个给他按赞，只要有1个人骂你下流鬼、王八蛋。你就会看到那一则，你不会看到另外9000多则的说你好棒、你好美，你就看到那一则说你不值得活在世界上，你是个人渣。我想过我们人怎么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啊？9000多个称赞你，你不看，你就看那一个伤害你的。我觉得是因为人的基因设计如此，我们是在世界上求生存的动物。我们到了森林里面，我们看到小白兔跳来跳去跟我们微笑，我们看了就好，走开走开。就是突然有只老虎出来，我们立刻看到那个老虎的脸，因为我们知道小白兔跟我们没关系，它微笑也好，不微笑我都不会死。可是，一只老虎对我嘿一下，如果我不警觉，我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人类被基因训练到，我们对正面的东西没有什么反应，可是负面的东西一来，我们就觉得有人威胁我们的生存。
所以社交网站10000个人按你赞，只要有1个人按人渣，你就吃不消。社交网站的设计者当初很贴心的不给我们往下的拇指，他们给我们往上的拇指，他就是要避免有1个人吃不消，每天都被人家按往下的拇指。好了，可是他们忘记了屏蔽这2个字很伤害人呐、屏蔽这2个字不是好字眼，就是小 S 屏蔽了我，我没有办法用很长的文章说 S 有一些他自己私密的角落不想被我知道，所以他在我面前扮演的是小 S 的角色，我应该觉得心安理得。我不是，我就直接收到说哈，我被屏蔽了。我如果被他屏蔽了，我当场立刻就打电话过去说你搞什么鬼啊，你要想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屏蔽不是个好字眼，屏蔽简直是我们遇到的社交网站当中唯一一个令我们不愉快的功能跟字眼。所以借此提醒设计社交网站的人，你们把屏蔽2个字改成一个别的柔和的方法。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好像能够跟爸爸妈妈争取到一些别的爸爸妈妈可能会不放心小孩的事情？我觉得你要从小就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他们生了一个怪孩子啊！我念完书回到台湾的时候，有报纸找我写文章，每个礼拜6写一篇专栏。我当时就想说，报纸是全部的人都看得到的，那个报社的老板是我爸爸的打麻将的朋友。所以我要下笔写的时候，你说我要写什么？结果第1个礼拜就写了，就是我爱爸妈。我第1个礼拜就写了，就是内裤有多美丽，就表示这个人有多寂寞。就是我就说，为什么有的人外衣不讲究，内衣却很讲究？因为他准备好了，就是我脱下外衣的时候，才是显示我多么想要你的时候。我写的时候压根儿都没有想到我爸会看这个事情。然后报纸刊出来之后呢，家中一片安静，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礼拜天呢，我爸就把这份报纸折好放在我桌上，他帮我收好。以后每周6，不管我写多么下流的东西，他都帮我折好放在桌上。然后呢，我主持节目，他看到说，哦，原来我儿子不是疯子，他也会主持节目，他就知道他小孩怪怪的。可是他一步一步的调整他对我的期望。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有惊天动地那种一夕之间忽然把你爹妈吓死的那种行为，你要逐步的释放讯息，这样子呢，他也许比较能够理解，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所以我今天跟 S 站在一起，所以S 的世界上没有别人，那我的世界上也只有 S 而已啊。所以我对不起各位，我今天只好如此。那好了，我酬劳分你1点啦。你酬劳那么高啊？蛮高的。给错了吧？所以最后一棒呢，我们交给马东议长，然后依照规矩，马东议长发言之后，不可以有人再发言了。哎呀，压力很大，从来没有想过要站在一个立场上去期待着。完全是为了博女神一笑而已啊！既然是辩论双方嘛，我就要从康永哥的话开始入手。康永哥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辩题叫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他说，屏蔽这个词儿不是一个好词儿，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屏蔽的另外一层意思，大约是保护。他好像从我出发，我屏蔽了你，但其实这种屏蔽是隔离，是保持距离。如果这个保持距离里面有爱，就像我们对父母的爱那样，那就是一种保护。所以我愿意相信屏蔽是一个中性词，它让我们留下空间，以保持我们各自对因价值观不同而容易产生冲突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另外，我的朋友圈，我刚才看了一眼，2385个人。这里面我屏蔽了2个人，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我妈妈的阿姨。哇！因为我就算屏蔽了我妈，我不屏蔽她的阿姨，也跟没屏蔽是一样的。我屏蔽我妈为什么？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小 S 的妈那样的妈，就是可以站在他们的现场和剧场里面开心分享。但是我妈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人。我父亲是一辈子的演员，但我妈从来没有在我父亲的后台待过。我是一个主持人，很多人熟知，但我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工作现场。
因为他紧张。这就是我屏蔽我妈妈和她阿姨的原因。我理解，这是一种保护。我们今天题目叫“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朋友圈是微信的一个功能，微信是科技进步到今天这个手段，极大的降低我们通讯成本的一个科技产品。极大的进步能够使康永哥和小 S 都在台北，但是我的对他们的问候和联系，在1秒钟之内，他们就能够得到，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这世界上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东西。我相信，通讯科技的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但如果非要说有些坏处的话，就可能会是有些东西你不愿意看到的，你会看到；有些东西你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会被别人看到。我觉得腾讯公司那帮做微信的人，这时候看这节目肯定会说：“你们傻呀！你们讨论朋友圈要不要给父母屏蔽？我们还有其他功能，我们有群呐。”我们有1对1的微信呢，你跟你爸妈建个群，就你们仨，天天骗他们多好。你给你爸妈主动发个微信，把你想告诉他的，甚至没有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他，多好。对，如果你跟陈明一样，1年只能看他4次的话，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手段，可以去维系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何必非要在一个屏蔽和不屏蔽上较劲？所以，屏蔽父母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对父母的保护。你拿起手机，买来新手机，装上微信的第一件事儿，屏蔽你的父母。谢谢。好，马东先生呢发言完毕。我觉得大家现在还在消化马东所说的话。那我们最后投一次票啊！我们倒数5、4、3、2、1吧。好，5、4、3、2、1，反方获胜。监管父母安全上网，人人有责，不要屏蔽，谢谢。2代人之间的关系不会说因为你这一点我不理解你，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的，不会这样，没那么严重。就像对待你的每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你的父母，这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尊重。请我们3位导师在你们的那个题板上写下反方本场最佳辩手。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小 S 在那个台湾有雅哈咖啡吗？好像没有哎。好像没有，对。小 S 身上代言甚多，所以不能跟他聊。是这样的，好的，小 S， 你介意再多3个代言吗？比如说，我给你推荐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你介不介意再代言一辆汽车，就是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我不介意。所以小 S 以一个特殊女神的身份，在奇葩说的瞬间，依然是一个就像吃了 豆的豆一样的开心果。这你也扯得出来啊？我觉得最后呢，就是你觉得他的发表的言论的表现是值得一个拥抱吗？拥抱可以，但不至于捏他。那就拥抱。我们题目是做人到底该不该省钱？是。然后正反两方啊，红的是该省，蓝的是不该省。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
我们现场3位导师，我先问你，好，你出道以来，收入不菲，你对生活当中是一个爱花钱的人，还是一个更爱省钱的人？我自从出道以后呢，就是非常的抠，对，就是非常的省钱，对。原因一个是没有时间花钱，对，我可以帮你花，没有，不用，我有时间，不用。好，所以你选择的是省钱是吧？对，金姐呢？肯定是啊，做鬼不用省钱，做人一定要省钱。是。哦，就这么简单啊！你真的不像一个省钱的人。我真不是省钱的主，但是我觉得还是省钱。我能花钱，但我不乱花钱，我承认。你不是省钱的人，我不是省油的灯，你知道对吗？这个。好，那个金星姐选择的是该省，做人要省钱。对，康永哥呢？马东，你今天要不要参加辩论？对，我参加吧。参加吧。好的。好过瘾的，好玩的。我们上一期辩那个就是要不要万人虐丑闻主角，我被他气死了。我很想再让他多辩2次，见识一下他到底有多厉害。然后你想气死我一回是吧？我知道，恐怕我要被你气死，可是我就拼了。所以按照惯例嘛，金星老师说要省钱的话，我就说不省。你不省。对。那你要气死我的话，你应该是站在金星老师那边喽。反面啊，那就在这边，我们俩省钱，我们仨都省钱，你不省。对，好啊，是吧？好。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们仨都省钱，和这边的全都是省钱的。对。然后这边的都是败家子，那边是败家子。我觉得从外形看，你们那边比较花钱。是的，我们把省下来的钱全用脑袋上了。你看这个。对，好，反方48，略占劣势，对吧？那就谁先开始？反方，周玄毅，好。我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今天4位导师有3位都选择了要省钱。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法变呢。现场53位选择要省钱的朋友们，我的第一直觉跟你们一模一样，就做人怎么可能不省钱呢？就是没有任何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们总得省，省了就是你以后说不定会有用的，对不对？省了以后会比较保险吧。不过我是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的？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就是 Michael Jackson 出了一盘新的专辑，叫做 Dangerous， 很多年以前了，真的很经典。当时正版的卡带是14块钱，而我一天早点的预算是1块钱，我足足省了2个星期的早点钱，真的是饿得头昏眼花。最后我买了这个卡带，我真的很开心。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要省钱，为什么？我们会有更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去买。可是我转念这么一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因为省钱的话，我为什么会去买这个正版的卡带？我可以买盗版嘛，或者我可以去借别人的来听，对不对？或者我过2年我再买。所以这整件事情，我们所以为我们在省钱的整件事情，其实我们不是在省钱，是因为我们有更喜欢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更热爱的东西，我们要攒钱去买那个东西。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省钱行为都是为了攒钱，也就是说一个财务调配，把买油的钱去买醋，把买醋的钱去买盐，你根本就没有省下钱，这是第一个。那么什么叫省钱？有2种模式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淘宝剁手党喜欢做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好的东西，对不对？大家所有的剁手党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特别关注那个价格，我们会特别关注什么打折呀、促销啊、什么年终特惠呀、什么老板心情不好、老板跳楼了、老板走路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促销的信息，我们会去省钱。可是啊，各位，你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回家看看你们的衣橱，那里面那些衣服，有多少那种奇奇怪怪的穿不出去的衣服，是你为了省钱买的？所以事实上告诉各位一个非常常见的道理，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省钱往往是商家用来忽悠我们一种方式。好，就算你说我这个人其实非常聪明，我不会被忽悠，那我告诉你，我们是没有分身术的。什么意思？人的时间、精力、钱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把你分开几个人来使用的。如果你要省钱，你必然要多花时间，或者说你必然要多花精力，对不对？很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要买到北京城最便宜的黄瓜，
我得走多少大街，我得串多少小巷，我得去多少超市。这个例子太小，我们再举个例子，我假设要买到全中国最便宜的东风标致308S，假设是这样，对吧？那我得去多少 4S 店，我得跟多少经理讨价还价，我得去了解多少促销打折的信息。可是我告诉你，最后你开回家的虽然也是东风标致308S，但是你开回家的不是一个狂拽炫酷大天的东风标致308S。你看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整个人生都被这辆车给消磨了。所以省钱是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儿。这是第一个模式啊。那么第二个模式，就是省钱，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买嘛，对不对？很多人是这么去省钱的。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么教导我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各位，你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生之中那些最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最让我们有那种美的、愉悦的感受的那些东西，它不都是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吗？比如说，人出门是要穿衣服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要穿的有范儿，你一定要多花钱，你一定要多花钱，因为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必需品，而是一个你必须要更多去投入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要去省几张照片的钱，那我们很多的童年的记忆就不存在了，你会牺牲整个童年。如果我们要省几顿饭局的钱，你很多友谊的欢乐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要省几件漂亮衣服的钱，很可能你整个青春就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典诗赋里边，苏东坡曾经写这个《赤壁赋》，他告诉我们说，人生之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那些东西本身是免费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我们需要的是额外多花那么一点点钱去享受它。这个钱不是必须的，可不可以省？可以省。比如说，你如果不租那条小船去游那个赤壁，不就没有赤壁赋了吗？如果你不去买鲜花，不就没有情人节了吗？如果你不去做进这样的什么戏剧啊、音乐啊、影视啊等等这样的投入，你整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最后我方的观点很简单：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时间和精力；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人生中的美好。所以省钱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你非常容易因为省一点钱而输掉了整个人生。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过来，来，琪琪的，快。首先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啊，每一辆标致308S都是狂拽炫酷哪炸天，与价格无关。我先澄清一下。现在我想问个问题啊，您刚才说省钱要花时间和精力，我现在看电影一抬头，票价60、80、100，低头拿出一个手机打开 APP19，我该不该打？你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用19块钱买一张一模一样的电影票，坐一模一样的位置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到电影院里去看那个票价，买了以后买顿爆米花、买可乐，在那里去享受。可是当你到电影院去看的人潮拥挤，然后你掏出 APP 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买过的。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去换购、团购等等等等。你换了之后，我稍微你的那个整个观影体验就没有了。周帅，买票的那个口子那儿队是很长，但旁边有一大排换票机，那一般排的人还比较少。换句话，我在手机上买的刷的更快。我就问你一件事情，那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吗？第一次什么？约会的时候会呀，为什么不？这告诉我是一个靠谱的男人呢，因为我节省啊。OK，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约去看电影？为什么你不买一个爱奇艺的 VIP 在家里看？好啊，对呀，对呀，爱奇艺好。那我再问你，为什么看这个电影？听我说完，再省一点。听我说完，周帅 VIP 都不买。不，周帅，我们知道有范儿的这个 APP 它是免费的，下了这个免费的 APP 进去之后，不仅买衣服能省钱，在里面还能再挣钱，这个钱该不该下？那我问你，有范儿该不该下？周帅，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妈妈用不用有范儿？我妈妈现在不用，我回去告诉她。对，我们的父母是不用这个东西的，而我们为什么我们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最后一句话，我们的父母每年花在买衣服上的钱是比我们省得多的，你为什么不学习他们？我学习啊，我觉得你为什么下有范儿呢？如果比我省得多，你为什么要下有范儿？因为有范儿能省得更多啊。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你买衣服钱比你妈妈用的多？我没有买比我妈妈用的多，我只是比我爸爸用的多。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妈很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如果你要省，是省无止境的。马薇薇，你跟此人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会看着60、80和100的票，不买那个19块钱的票吗？不是，是我买单呢。原来如此。所以，真正会省钱的是在这儿呢。我们不省钱呢，我一向都买最贵的票啊。啊，是吗？对啊，1分价钱1分货。好吧，那个被琪琪完了，然后正方是谁？花溪。
开始，我先总结一下我刚才齐齐想要得出2个点。第一个观点，你在做同一件事情，在电影院买电影票这个时候有2个选择：第一，买原价票；第二，上网买折扣。也许折扣票像对方所说的费了那么一点点劲，但是我费了一点点劲，省了一大笔钱呢。而且进去看电影之后，享受的同样的待遇，吃了同样的爆米花，为什么不呢？微微姐说1分价钱1分货，可能是真的没有团购过。其实不一样的价钱也享受是同样的货，其实还真的很便宜。第二点，玄一师兄在反驳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学你的父母出去省钱？你为什么不学？我们用有范儿 APP 省下来的钱也是钱，父母逛街省下来的钱也是钱，所以我们学的是省的精神，不是省的方式。好，齐齐方面总结完毕，我来说说我的观点。今天其实玄一师兄他刚才告诉我们说，省钱啊就是抠嘛，你看到那个价钱上面最低的你买，你看到淘宝上面打折最低的你买。其实真正会省钱的人不是这样。所谓真正的省钱，不是买价钱最便宜的，是你把钱花的最对的，是真省钱。第一，女生都买包，街边200块钱一个包，款式更新很快，但同时它的折旧报废率也很快。好，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咬咬牙，你买了个经典款，大概就是2万块钱左右吧。但是你背了10年，每次背出去别人都夸，哇，这个女的好有品味，而且质量很好，你背10年不过时。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最会省钱的人。这种省钱的方式让你省出了你的胆量，让你省出了你的魄力。你不光是敢花钱，你还会花钱。第二种情况，你说女生的衣橱里面有很多不穿的衣服吗？我跟你讲，男生的衣橱，英国绅士的衣橱里面永远有一套最好的西装和一双最贵的皮鞋。他们这一辈子可能就大概有那么一套最珍贵的东西。他们是怎么省的？我买了西装之后，我出门走路我不能做大动作，不然上面会有褶。我穿了一双皮鞋之后，雨天我不过脏地。旱天我不敢走得太快，回家之后我还要上蜡打磨。这种人是最会省钱的人，因为钱都花出去了，你要是乱七八糟祸害那个衣服，还蛮心疼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买了便宜的衣服怎么办？西装一扔往床上一撂，坏了就坏了嘛，大不了再换。可是这个时候你省着省着，你发现其实你自己只是害怕西装磨损很心疼，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格调的绅士。别人不会说你看那个抠，别人会说哇，你看那个人活得很有质感，很有质量，很有范儿，因为他每天走路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这是省钱给你带来的第2种好处。所以在我方观点看来，真正的省钱不是抠门，不是损，也不是乱花钱，反而是真正省出了一种气质感，省出了一种尊贵的生活。好，齐齐，来吧。花溪，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买奢侈品包包2万块钱一个的这种叫做省钱行为是吧？对。好，第二，你认为贵族穿经典款定制西装也是一种省钱行为？他们这辈子可能就买那么一套，买一个包。你真是没过过贵族生活。大家看一下唐顿庄园就会知道，经典款西装看上去每套都一样，实际上细节是有很多不同套的。对。但是你想论证的是，贵族过的也是勤俭节约的生活，是吧？对啊。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过的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吗？好，我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不勤俭节约。第一，暴发户，出门天天吃大排档；第二，天天换新衣服，回家脱了就扔。实际上，花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花溪告诉我们的是，把钱加上品味，这叫做勤俭节约的生活。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加上没品味，变成暴发户，这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它比较的是什么？有品味的生活比没品味的生活要好。不对，谢谢。我说一句话总结，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谢谢。这边下一位是谁啊？好，永开。总结2件事情，先讲说陈明、齐习、周玄义，他说的无非就告诉我们，到底要不要下载便宜的有饭。坦白说，我下载有饭从来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方便。我赞许大家去追寻方便，可是千万不要追寻便宜，否则的话可能会做黑车。第2件事情，你说你要下有饭，可请问一下，你用的手机有 APP 吗？如果真的是一个省钱人，你根本不会下载一个有 APP 的手机。而且就算你下载了，你为了省钱，你根本不会买有饭，因为有饭贵呀，他们有品味、有品牌、有质量。所以发现了没有，一个真正省钱的人是不可能像花溪那样说我省出品味的。再来，花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花对钱，这叫做省钱。可请问一下，花对钱在我的概念里面应该叫做投资理财吧？为什么一个懂得投资理财的人代表说他懂得省钱？按照你的逻辑，全世界最省钱的人是谁？巴菲特，他超会投资理财。所以
下面讲到马薇薇问的观点，其实我们认为省钱并不是所谓的不是所谓的省钱是什么？所谓的省钱是今天你买必要的东西，那叫做省钱；你买不必要的东西，那叫做不省钱。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省钱很简单，因为你不花不必要的开销。可这时候我们思考一个事情，翻译一下周帅刚才的话：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是必要的东西吗？水必不必要？必要。可是请问一下，你喝水有多少快乐？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今天你喝水喝必要的东西是喝不出快乐的。可是如果你花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例如鼓励多燕麦牛奶。你们今天是要帮我们把赞助商都得罪光吗？例如雅哈咖啡，虽然你花这个钱买不必要的东西，可是问题你花得快乐。所以发现没有，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东西。做人要不要快乐的活着？当然要。第二件事情，我们谈什么东西？我们谈到底做人要不要有兴趣？坦白说，一个省钱的人根本不会有任何兴趣。为什么？因为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你自然舍得在这个东西上面花钱。如果你对吃的东西有兴趣，你必须要对吃舍得花钱，不要只追求吃得饱。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美食家。如果今天你对穿的有兴趣，你自然要舍得花钱，不要买5分铺的店，买美特斯邦威。如果今天你对车有兴趣，不要省钱，每天搭德士，买狂转炫富天，搞不好你下一个就是一个赛车明星。所以发现没有，一个人要在自己兴趣上投资、有成就、享受，首先你得懂得投资花钱，而不是一味省钱。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变得不一样？是在于我们舍得花钱的方向不同。有些人舍得在辩论上花钱，成为了陈永开；有些人舍得在唱歌上花钱，成为了吴莫愁。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我们身上所有花过的钱一一摘掉，花过不必要的钱一一摘掉的话，首先你得摘掉我的帽子。再来，你摘掉我的衣服，不要想象。再来，你要摘掉我一生辩论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生辩论的功夫是我花6年时间自费打比赛比来的。最后，你要摘掉什么？把我这个人给彻底摘掉。因为我之所以来到奇葩说，是因为我花钱飞过去新加坡报名面试得来的。所以。如果你把我身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摘掉，请问一下，我是谁？不是谁，我跟动物一样没有区别，因为我只靠必要活着。所以做人不应该像路边的树一样，它虽然做得很合格，可是它们修剪成一样。做人应该要活成自己的特色，这才叫做不一样的烟火。谢谢。永开今天说了2个观点，第一，他认为省钱的人是不会有兴趣的，省钱的人只用必需品的，就是能不喝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能不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能不出门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什么事都不做，不会想要有任何东西。这样我问大家，世界上会有省钱的人吗？谁可以省钱啊？完全不吃不喝，只用必需品过活的人才叫真正省钱的人。那世界上哪里可能有一个有省钱的人？省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比你们那些不是你们有一些比较会花钱的人，更懂得用钱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对方今天第一个问题。第二，他们说，所有的快乐其实源自于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换回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才叫真正的快乐。所以周老师要去买 Michael Jackson 的卡带，真是有一点年龄了，是卡带。然后永开要自费去新加坡打比赛，但是所有的快乐都是要从不必要的东西才可以换回来的，不是所有的满足都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这是不懂得省钱的人才会有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知足嘛，他们的快乐源于外面的事情给予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今天不开心，我不满，我就去买一个包；明天我不开心，我就去买另外一个事情，就又一直用金钱堆砌，让自己感觉特别爽，特别有饭。但是懂得省钱的人会在自己既有的事情里面寻求自足感。为什么这一种自足感不是一种快乐呢？
懂得尝萝卜的鲜味，不是一种快乐吗？一定要鲍鱼跟龙虾才叫特别好吃吗？懂得鸡肉的鲜味不好吗？一定龙虾的肉才是肉吗？所以说，省钱的人会有省钱的快乐方式，当然想要豪爽花费的人有豪爽花费的方式，所以没有所谓的不必要才可以换来快乐，快乐的事情在必要的条件下也可以换来，这是第2点。第3。我这时候要推广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各位，这是一个需要酝酿一下感情的点。想不想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呢？想不想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富豪呢？想。告诉你，我们只需要培养一个事情，叫省钱。为什么？你想一下。省钱的人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省钱，所以他每一样他花出去的钱，他一定要花得值得。我上课，我缴了学费，老师你不来教书，我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补课。我是来读书，我是来缴学费上课的。一般不省钱、没有这一方概念的学生们觉得，哎，老师今天没有来上课，很好，我们可以去看戏。不好意思，我缴了学费，我是一个省钱的学生，请你教书。我去看戏，打瞌睡，不可能。电影费我已经花了，爆米花掉去地上3秒之内，我要捡回上来。真的改了，吃剩最后一粒米渣。因为我用省钱的方式，我不可以让自己不浪费钱。你看，我上课，我听课，我看戏，我会懂得欣赏。我去旅游，绝对不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路边的风景我要会欣赏，博物馆的每一个物件我要会懂得，动物园每一个动物我都要认识一下，不然对，动物园每一个动物都认识一下，不然怎么可能值回我的票价？你看，省钱的人在省的时候学了多少东西？你们这种不把钱当一回事的时候，浪费和错过了多少东西？这就是省钱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再来，有毛病想要解决，省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省钱的人，我今天打定主意要减肥。我拿一笔钱去健身房给一个健身教练训练我一定会把自己变成像就我挺好的薇薇姐一样江瘦，我才可以走出健身房。我花了这笔钱，我还胖着出来，我还是人吗？那你进餐馆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就是我花了钱在里边吃了饭，我要瘦着出来，我还是人吗？所以你们看，我吃多少我就长多少，一点都不浪费。这种吃了看不出来的，不就是浪费钱吗？所以省钱这样东西，培养了我们积极上进，同时让我们每一笔钱花得更值得。为什么不省呢？所以我们说嘛，省钱可以省出好青年，抠门可以抠成变豪门。谢谢。太棒了，太有心机了。这边是谁？马薇薇小姐。花溪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就是省钱可以把你省出品位，省成贵族，省成皇族。听到大家内心一定是抗拒的。我告诉你们，那轮奇袭，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观点非常之抗拒？你知道，真正的贵族，真正的王室，穿出一件你以为朴实无华的黑白灰的套装。他之前要买错多少件衣服？之前他们家要花多少钱请礼仪老师、服装师？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仆人在伺候他，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仪态万方的出来扮豪门，有品位。所以品位不是省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明白了吧？好，第二个点，如今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不是省钱，是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你都要珍惜。发现了没有？
所以按他这个观点，一个超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我这已经花了几十万、几百万去买珠宝了。我每天在家擦拭，我保证我买的每一颗珠宝全部都有穿戴在身上过，而且每一张都拍照发微博。你能说这样一个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是一个会省钱的女孩子吗？不会，她只是一个会花钱又珍惜她的珠宝的女孩子，对不对？所以请注意了，品味和珍惜这2点都不能论证对方的观点。而如今讲到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上进，这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我很同意，我们认为不省钱更能让人上进，原因非常之简单，其实就像我马上要翻译周旋逸的观点一样。好。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全部都是有限的。当你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省钱之后，你第一件干的事情就会绝对不会买爱奇艺会员。为什么呢？因为1年198，如果我不买的话，每天都能省5毛呢。而我为这5毛付出的时间很简单呢，我看看广告90秒忍一忍就过了，或者我等它会员保质期过了，它版权保护期过了，我可以在网上看免费视频呢，对不对？你看起来你好像是每天多省了5毛，可是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你对你每天休闲娱乐时间的定价是多少钱呢？5毛。所以，当你老板让你加班的时候，你说老板，我想回去娱乐一下。你老板说你娱乐时间就值5毛，我给你5毛加班。你明白吗？你老板不剥削你，你自己剥削你自己呀！你把你的时间看得不值钱，谁会把你这个人看得值钱呢？你把你的时间看得超值钱的时候，你就不会花时间在省钱上，你会花时间在干什么上？投资自己上。你会花一些超没必要的钱，比如说本来你可以自己在家买个推子自己剃头嘛，对不对？因为我发型不好不犯法呀，对不对？省。OK， 好，我可以不用护肤嘛，我长得不美不犯罪呀，对吧 ？OK。我这个时候也不用健身呐，我胖我自豪啊。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人，在应聘的时候他会超吃亏，明白吗？你们面试任何公司进行任何岗位提拔的时候，老板会问你有什么学识，会看你长成什么样子，衣着十分得体，甚至他还会看你去哪里旅没旅过游，有什么见识。但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在提拔你之前会问，哎，你在家省钱吗？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不以血汗工厂为理念，它都会尽可能让员工生活的舒服。谷歌、微软、苹果给员工都是尽可能的提供他们福利，让他们能够享受，而不是让他们在公司勤俭。一个1卷册子都要跟员工计较的公司说，每次只准用3格，你觉得这种公司有机会上市吗？所以你明白吗？人省则不能发展，企业省则不能上市。你今天会紧张吗？当然不紧张啊。你太太在后面。她一般一出现，战斗力翻200%。首先，薇薇姐刚才说人是要投资自己的，当然了。我们一直都认为人要投资自己啊，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投资自己，并且投资对地方，那个叫真正的省钱。我们的省钱是眼光的，我们看得远一点。今天投的1万，明天在工作中能够创造10万的价值，这就省了9万呢，这就在创造财富。薇薇姐刚才说的那种必要性和非必要性的这种区分有巨大的问题。你们所有的立论的根基在这里，必要非必要，其实分不出来。
为什么？因为一旦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物件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必要。比如说，我出门衣服是必要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件衣服必要吗？不必要吗？发现没有，分不出来。我真的必要这件衣服才能出门吗？没有。我们人生中买的每一碗饭、每一杯水，没有必要的，这是区分不出来的。区分真正的省钱在于眼光，我们要看多远。我帮刚才花溪和如今讲的都被薇薇姐刚才肆意的歪曲了。花溪说的品味，不是说那种豪掷千金的品味，是我一生只买那么一件。我们说的不是贵族，说的是绅士。绅士不一定很有钱，但他很有范儿，他的每一点东西精益求精。如今刚才说的，我花的1分钱要花的值。我们说的省钱，不在于不花，而在于一旦花出去，我一定要值回票价。好，我来讲讲看，来点有营养的东西。我自己的观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钱是什么呢？钱是一张纸。一张纸有什么意义？不能吃，穿的话面积也有点小，不好挡。这张纸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省不省钱的关键在于钱背后的资源，钱换来的资源对我们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说要不要省钱的本质是在说，对，要不要省资源。可是大家知道吗？在这个地球上，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一共只有40到50亿年的时间。好，当大家觉得这是鸡汤，觉得很耸人听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冷静一下，听一下我接下来以下的这一组小小的数据。现在这个地球上所有探明的石油储量，按今年的开采速度，40年就挖完了。煤炭是70年，天然气大概在100年左右。我们用了30到40亿年累积的所有的化石能源，我们人类在几百年、200多年工业革命就烧完了，这些东西烧了就没了，石油烧了就没了，要不要省啊？我们是要为自己省吗？人有时候一种错觉，我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钱就是我的，钱所能带来的所有的享受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们谁也管不着我，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弱点。不是这样，人同时还是整个漫长的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稍微不要那么狂妄，我们稍微卑微一点。我们今天说啊，不要省了，买车买大排量的，烧油多一点没关系啊。哥有钱呢，有钱任性呢，我就烧大排量的，油烧一滴就少一滴啊，烧完了就没了。那你说要不要省呢？地球就那么大，我们今天要省，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省，为这个地球省，为这个后代省。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说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说的是换来的爽。对方一直在说要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要让自己多爽一点，要让自己多爽一点。其实说得很对，人嘛，开心一点挺好的。我想给对方一个忠告是：钱嘛，那张纸无非是所有欲望的外在凝结。我拿着它为什么爽？它能满足我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我想吃好的，我想喝好的，我想住大房子哦。满足的都是欲望，而又不省的时候，人就陷入到了身边无数欲望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是我最后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省钱的本质，倡导的是一种克制欲望的价值观，而这件事情会让我们不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谢谢。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反方哪位？好了，这到我了，只剩下你了，真的假的？好，那我就先讲一下。其实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在学校，我教书，在家里面跟朋友之间，我是大家心目中那个最不会省钱的人。然后每个人都 take me for granted。就是说他们就认为曲老师一定最爱花钱，所以到哪儿都我出钱。我跟我家人出去，我跟我妹妹出去的时候，我一定掏钱，因为我如果不掏钱，她说二姐，我有2个小孩，我要养家，我们还有房贷。我先生这个月的钱都房贷付完了，所以我就会出钱。我跟我姐姐出门的时候，她永远只带零钱包，就5块1块，她没有钱，因为她说你赚的比我多，你现在比较有成就。我跟我弟弟和我弟妹出门的时候，我弟弟有钱哦，有的时候他想吃鲍鱼哦，我们说好，他说二姐请你吃，结果每次账单一来的时候，他又支支吾吾，然后我妈妈一个眼色，我就说好吧，我出好了，因为他有老婆，他们未来要生小孩，等等等等。那我到学校去教书，想说跟年轻人相处。也许学生出去吃饭我会 go Dutch 吧，才怪！我教书教18年、19年了，每次跟学生在一起，一定我出钱，出久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出。一个5块钱的冰棒也我出，10块钱面包也我出，每一次我就不自觉我就要拿钱。那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来，有一个人请过我吃过3次饭，他请完我吃饭之后回家痛哭流涕。我说妈妈，这1年来终于有人请我吃饭了。我妈说是谁？我说康永哥。真的。
虽然我都有在花钱，可是我要说我赚到了什么？我赚到了我跟我妹妹的亲情，因为我妹妹很少回台湾，然后我大概一年看到她1次，然后她带她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对呀，她回来2个月陪我们暑假，每一餐我都要请，为什么不请？那跟同学之间，我觉得每一个学生有好多好棒的故事给我，为什么我不花钱？我得到了好多陪伴，好多的温暖，好多的温度。我花这么一点点钱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省？那另外一个讲的是说，其实钱未必是花钱，我可以买到好多东西。你知道我买到什么吗？你知道最近这10几20年来我买到了什么？我买到好多2手玩具。我在纽约，我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我在纽泽西，我在任何地方，我都会看到这2手娃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那些娃娃破娃的身上或旧娃娃的身上，我看到另外一个我，然后他们让我有怜悯心、有同情心、有同理心，我有 feel， 我不是一个冷漠冷淡的人，所以我花了这些钱，我得到好多关怀、好多爱，就像同学们给我的一样是陪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不需要省钱，把钱花在你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能够带给你快乐的地方。谢谢大家。来吧。好。哎呦。首先，我觉得呢，你们今天真的污名化省钱这2个字了。省钱不代表不花钱，对吗？省钱也不代表呢抠门，或者是呢我就要躲在家里做一个宅男宅女，或者躲在树上不动做个树懒，或者是我就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做任何创新的人。省这个字其实很美好的，省叫做珍惜着花，精准着花，抓对方向花，好好花。所以我想告诉楚老师的是，我特别爱我妹妹，我完全理解你跟你妹妹那种情感。但是我想告诉你，我跟我妹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即使我不请她饭，她还是我妹妹。她喜欢跟我聊天，我们可以一起谈心，我们姐妹相处的时光跟我花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对吗？我也要告诉大家，徐老师的很多的2手玩具特别可爱，每一个都有历史意义。他可以花钱去买，但他也可以跟人家交换。交换的朋友送他的，跟他花钱买的，带给他的意义是一视同仁，一样美好的。所以，美好的记忆跟宝贵的回忆，不代表必须乱花钱，对吗？我想说，康永哥花了大钱请了1桌菜，请了曲老师吃饭，你印象深刻，感动莫名。那是因为康永哥是一个精准花钱的人，他请对人了。他今天如果请的是陈汉典或者是 S， 他们不见得一定会记得这么清楚的，因为他请的正好是一个从来没被人家请过客的曲家瑞，所以他会记一辈子。所以，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同样是花钱。省钱的花法是花对方向、花对人，而且花对时间，花在刀口上。马东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有车有房不如什么？有范儿。所以有范儿不等于有车有房，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得花钱才有范儿。今天我花一样的钱买了这个谷粒多，对不对？燕麦牛奶，它可以让我吃了只饥饱饿，又可以精神强健，而且骨骼强壮。如果它能让我带来这么多好处，这个钱没白花的。但我如果花一模一样的钱去买了一个对身体一点都没有益处的碳酸饮料，它让我长了肥肉，没有长任何的营养，那个叫做乱花钱。所以买这个叫省钱，买那个叫乱花钱，这样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实实在在、非常肯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本人从跟黄国仁谈恋爱到现在，我所有的纪念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七夕，所有礼物通通要求不花钱，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不花钱才能证明一个男人对你的真心。如果他可以花钱解决你，那真的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貂皮、钻戒、洋房，女人愿意努力，咱自个儿也挣得起，也买得到。就算买不到吧，我们有时候也不屑你们用这些来买卖我们的感情。但是如果当他不能花钱的时候，他该怎么做呢？第1年他写了一首情诗，第2年他写了一首情歌，接下来他把情诗加情歌写了一本小说给我，然后他开始买很便宜的色纸，然后呢那个色纸还是跟人家说呢，可不可以给我1包色纸，因为我是黄古人，是用药来的，然后把色纸剪成一条一条折了3650颗的彩色星星，这些都不花钱。
然后他可以告诉我说，老婆，那么今天呢，我帮你按摩10天吧。今天我跟你呢定下一个约定，这1个月我们每天都约会1个小时，聊天1个小时，这些才是我要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省钱，我们把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在家里找饭吃，我们就不用陪他了。如果我们今天花钱可以把父母送去老人院，我们还需要陪父母孝顺他吗？如果今天可以花钱解决的女人，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陪她。我只讲这一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心里，这跟胜负无关，跟投票也无关。但我真心想说的是，各位，让我们省一点钱，多花一点心吧。让我们省一点钱，多用一点爱吧。这世界上所有宝贵的事情，很多都不用花钱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谢谢大家。辩论的2个基本手段，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找到自己啊！今天我们都见到了。我让秋晨把话说完啊。我先说一点，乃馨姐姐，我觉得有一点不对，你不能拿你自己爱情中的例子来跟我们说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和你的家人是什么都不缺的，不缺钱，所以你会觉得别的东西更加珍贵。可是对于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最缺的就是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男生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去换了女生的一个发夹，然后女生把他最宝贵的头发去换成了一个表带，结果他们全部交换掉了。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别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送出去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什么？不可能叫做什么，这就是不什么，对不对？最珍贵的东西都给出去了。你把那什么劳驾什么一下，我什么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省，这不能啊叫节省。哎呀，对不起啊，我湖南人有点后鼻分不清楚。这不能够叫做节省，这绝对叫做舍得。最珍惜的东西。好，对方真的非常非常的狡诈，在他们眼里，有人是不省钱的吗？有人是不省的吗？没有，因为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投资了自己，花在别人身上就投资了感情，然后换回了值得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值得了，也是你所谓的省了，对吧？然后就算是浪费了泼出去的水了，好歹也增加了 GDP 呀，我为全世界省了钱啊，在你方眼里还有什么是不省的吗？没有。不，各位弄清一个概念，我们的钱总是要花的，什么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什么样的对钱的态度。那块钱在那儿，你要留下来，要尽量的留多一些，这才叫做省钱。而如果你要是把它换回了更好的东西，以及赚了更多的，那不叫省钱，不要再混淆概念。谢谢。好，郑晓。其实我刚才觉得对面说的很对，我觉得自我投资很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一定会有一个值得你少花一点钱的理由。我从小也是被我妈单亲家庭带大的，但是我从小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家没有钱过。我妈就以前也是拉双眼皮儿啊，各种买衣服，你们知道吗？但是直到有一天，她知道她需要在我身上投资的时候，她开始省钱了。包括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觉得我们家好像没有钱，包括我还啃过一段时间的老。我妈永远在我面前粉饰太平，告诉我家里面很好。包括我后来工作了赚钱了，她也没有让我打过1分钱回家。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之后，我妈说：“我知道你回来，我专门去买了鸡，我专门去买了牛肉。”我想说，平常我不在家，你们都不吃的吗？这个时候我在看我妈的衣柜，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给自己买过新衣服，她已经好久没有自我投资过了。他把钱全部投资在我身上，他一直在省，所以说我现在我赚了一些钱，我还是很爱花钱，但是我觉得我妈成为了我一个少花一点点钱的理由。我想省一点点钱，这算不算一个好的改观？我每个月当我打那么一点点钱，我知道我要省这么一笔钱出来不能用的时候，我把它打回家，但是对面也说得很对嘛，我还是要保持我朋友的豪爽，我还是要请你们吃饭，对不对？但是我会少花一点点，我把这笔钱打回家。当我收到我妈那个短信，儿子钱已经收到了的时候，那1分钟我觉得我自己无比的自豪，无比的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可以让我少花一点点钱，让我省一点点钱，那为什么不要呢？人生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
但我认为爱是无限的。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省一点点钱，却让我妈感受到我对她的爱，让我妈放心，让我妈知道她儿子过得很好，已经有多余的钱可以给她了，我觉得太值得了，省这一点点钱，朋友们。你的这个动情点出来了，我一定得让那个让你妈妈来跟你说说。今天对面3位都给我灌鸡汤，咔咔灌的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真的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潇潇。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人呐，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这是一种刺激，这是一种力量。我记得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他非常的穷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了啊，不是特别有钱啊。对，他从什么时候让我认为他开始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时候，就是现在最近他赚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顿顿饭都是他请的。你害我被绑架呀你！他顿顿饭都是他请也就算了，他还到机场来接我，还叫他的朋友到机场来接我，拎着我的箱子送我去吃饭，买完德克士把我送到大兴来。我天哪！他跟我说：“甜甜，不管怎么样，说你对我来说还是个女孩子。”我作为一个纯爷们儿，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带双手？你的手得短，不能带双手。我请你吃饭。啊，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啊，原来潇潇从没有钱变成有钱以后，整个人生态度都已经变了。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他在我身上算乱花钱吗？算浪费了吗？我觉得挺浪费的呀。你省了吗？是不是？你没有省钱吧？你有没有省钱？你现在告诉我。好，有一天我就说潇潇，你省着点嘛，我求你了，这钱啊，万一哪天咱不红了以后，你赚不到钱怎么办？他说不，范甜甜，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要穿12000块的 T 恤，我要拼命的赚钱。因为他不会省钱，所以他会变成更会赚钱的人。对我来说，你现在因为不会省钱，成为了更加优秀的人。好，谢谢大家。一场真正的辩论，如果不能过渡到人身攻击，我觉得是一场没有必要的辩论。吃不到我请的饭了，范姐姐，好吧？我真是为刚才甜甜姐那个激情四射的语调背后的逻辑感到担忧。你刚才所有的观点，秋晨都已经全部反驳了，你因果倒置了，不是因为他会省钱他才会赚钱，是因为他终于开始赚钱了，他没有他之前那么省了。告诉大家，一个普通人，我劝大家省一点，原因只有一个，6个字，就是未来不可预测啊，大哥，你傻呀？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万一疾病呢？车祸呢？你哪里有钱？你今天有多少花多少？你今天买1万的 T 恤，你今天全部我是说万一，如果你的未来发生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做一点打算嘛？所以我们之前稍微省一点。对方说有没有省？当然可以省啊，买2.0的车，买4.0的车，我选个2.0的就是省啊。最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建议告诉大家，这一件真事，因为我老婆今天在这里，所以我必须要得说一下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年情人节，我给我老婆买了99朵玫瑰。武汉的物价比较便宜，情人节头2天订的，所以只要488块钱，买好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我拿了之后我就送给她，我说99朵玫瑰，开心吗，老婆？她手差点就上来了。我想抽你，你情人节买这么贵的花，但是她马上脸上就绽放出了笑意。一个智慧的妻子的做法是，她掏出了手机，然后特别温暖的给她的爸爸，也就是我老丈人打了一个电话，爸，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给妈买玫瑰花呀？然后他爸说，哎呦。工作很忙哦，今天2月14号啊，情人节，那我没买。爸，不要着急，我跟陈明呐，给你买了99朵，只要998块钱。你知道结果什么？我们当时住在他爸妈那里，回家之后，花还是摆在那个桌上，然后他爸给了他1000，还不用找了。他妈妈超开心，因为他爸爸进的玫瑰，他爸爸超开心，他超开心，我也超开心。哎，你这么出卖你太太合适吗？你第2天我们就跟爸妈讲了，他们虽然一直在笑，可是笑得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为什么？真正的爱，动心一点，一省出来都是幸福啊！谢谢大家。来，周学义，真的，首先我真的不想说任何个人的事情，这不能够去讨论我们辩题作为一个证据。然后我说你那个事情吧。你们家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买了那个玫瑰花，而
而不是没有买那个玫瑰花，很简单一点。那么刚才陈明讲的说因果倒置，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关键问题。就是陈明认为我们要有了钱，我们才能够去有了钱我才能够花钱。可是我告诉你不对，刚才陈明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我必须要反驳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们不能够传播错误的信息。刚才陈明说，很多科学家说，这个地球上的石油多少年会开采完毕。我告诉各位，这是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世界上最著名的错误预言，这是传谣，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70年代人预测石油大概几十年就会花完了，然后呢，过了80年代，还可以再花几十年；90年代，还可以再花几十年。现在我们又发现有新的技术了，我们还能再多花几十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定论是我们不知道石油什么时候会花完。为什么？因为我们投资了新技术。省钱永远只能是坐以待毙，花钱才能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明天。讲完了，谢谢。好吧，我们先来看看正反方投票哈，50比50，刚好，而且跟前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讨论到这儿，然后我们请这个各位从女神开始，这个女神。我觉得我这平时是一个就是挺善变的人，对，然后尤其来到这么严肃的辩论节目，我真的特别就更加善变了。你指的是变化的变还是辩论的变？现在有一点变化。对，之前是觉得省钱是该省钱，就是，然后有机会再花呗，或者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是现在这边太狠了，对，然后我可以。所以你决定叛变了？我可以叛变吗？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选择叛变。叛变了一个，对呀，您怎么办？其实，在这个话题上呢，我听了半天，我应该站在中间，啊，半叛变，半叛变，对，一半一半，我站在中间，因为我的理由，在96年的时候，因为我对上海文化情有独钟，我在北京的时候坐着飞机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有个老师傅做旗袍最好的老师傅，他年纪很大了，过2年他就做不了了。我就想让他多我做件旗袍。那个时候我挣钱挣的不多，我拿了我很多钱到上海做了30多件旗袍，全部手工制作。有一天我会做展览的，做下来以后，然后我就拿着旗袍，我的姐妹们说你干什么呀？这旗袍干嘛看吗？我说不，我会穿的，但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穿。每一个 party 让我穿旗袍，但我每一件旗袍保障非常好。96年、06年、16年、15年、19年以后，当我的脱口秀上台的时候，我穿的所有旗袍都是我96年做的。与其说是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保持身材，不，我没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的旗袍保持的身材。女人的欲望特别简单，别人说，哎呀，金老师个舞蹈家，为了身材啊，呸，没有，我是为了我美丽的旗袍。金老师，这就叫做省钱了。所以说，听我讲啊，对啊，当我讲，但那个时候没有省钱了，别人说的，你干嘛拿那个钱做那种旗袍？你没用啊。那个时候起一件旗袍3000到5000块钱一件，哇，我投入进很多钱，3000块钱、5000块钱一件旗袍啊。但是你听我讲，那个时候我没有省钱。现在我穿着我的旗袍站在我的脱口秀上的时候，我一件服装的制作费是2万块钱一件衣服。就是你把这2万揣兜里了，当然了，穿着自己的衣服，我穿我自己的衣服啊。我也不知道我省了还是没省。省了。但是在当初那个时候，在别人眼中我是没有省钱。没省啊，这是真对的。所以说我这个故事案例呢，就是一半一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我会穿这个旗袍，但是我特别同意那个如今的观点，为了这个旗袍，我坚持我的19年体型不变，它让我变得很严谨。很上进，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观点说我应该站在中间，因为我知道康永哥会有好多辩论，完了以后马东这边也在辩论，所以我就把我的势力跟大家说，最开始我是不省的，因为我要为我的激情，为我的爱去投入，哪怕所有人都不理解。但为了尊重我的激情和爱，我坚持了19年保持体型。当这个爱最后呈现在电视屏幕前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投入3000块钱，最后我赚回2万。叛
变了2个，没有在中间。哎，这是女人心海底针。康永哥，您先说，我先说，你决定。那我先说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一个法官大人变成了一个辩手，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那个，我给大家讲讲金星老师的故事。其实我跟他一样，我特别想回到这个中间的位置上来，我不太想讨论该省钱还是不该省。好，叛变了哈，来。他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买的，因为人家不卖。他花在这套房子的房租的钱，每年够你们买房的。我说的是每年，所以他不是个省钱的货。他是作货。20年前你们花不出那种钱的时候，他花得下去手，他是个作货。他今天也绝不是为了省那2万块钱一期的服装费，他是嘚瑟。他不穿那个旗袍，他无法说服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跟他的省钱和不省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是我对你背叛的一种惩罚。但是按我们今天的题面是说，该不该省钱？那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讨论这些话题的人，应该是有钱的人。那么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拿来做讨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比如我们华人里面最有钱的应该是李嘉诚。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不大哈，就是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李嘉诚带一块20块港币的电子表，你们肯定也都听过。然后我们说李嘉诚是一个多么勤俭的人，所以他才成为了首富。这是报道里面的宣传口径，我真的特别想跟这个记者说你是猪，因为李嘉诚绝不是买不起任何一块表，也不是为了省钱才戴20块的表，他是没必要，因为他即便戴一块金砖在手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选择的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我有这块表，看时间就够了。况且他还有6个秘书，他可以回头说几点啦？9点40。他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说的那种，他在电梯里放个屁，立刻就有人会说我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他买不买得起表去衡量他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省不省钱去衡量它，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去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结论，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买东西要不要省钱，过日子要不要省钱，我们题目是做人要不要省钱。为什么做人要省钱？只有一个理由和原因，是因为省钱是经过思考的，思考之后的理性选择。你没有办法去过不经过理性思考的选择的生活。苏格拉底跟我们说，没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我们今天结合到这道题目上说，不省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我说完了。马东是一个非常好的辩手，可是谢谢你刚才给了我一个武器，也是今天的认为该省钱的人全部都给我的武器。你们今天用的字眼呢，叫做节省，是因为我经过思考之后，我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个钱。寇乃馨用的字眼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要花的值得。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会不会把他花掉的钱赚不赚得回来，是看这个人学习不学习。学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他才有思考的基础，他才会像马东刚才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花那个钱。所以值不值得的判断，花不花的精准的判断，全部都来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学习。你怎么学习？
学习终究是要花钱的啊。那更不要说刚才寇乃馨讲的那个例子，我们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马伯威今天讲的，我觉得有一个局限。马伯威说，我们人生金钱也有限，时间也有限，可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时间的有限是赚不回来的。我用平均80岁来算，80岁乘以365天一年，你大概得到3万天左右，很吓人吧？我们一辈子活80岁只有3万天，是从你婴儿时期呱呱落地开始那一天，这个3万的码表就开始起跳了。3万非常少，你现在如果出去流浪1年，我说我只给你3万块，你都会不安，觉得够不够啊？结果你不是1年，你是流浪80年。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3万天，而这3万天跟3万块的概念不一样。3万块花掉1块钱，赚回来就有了；3万天过1秒是1秒，用尽天下的方法也赚不回这1秒钟。所以时间的珍贵是最不可抵抗的一个花费哈。以我这个简单的想象，就是我绝对不会给任何的孩子一个人生的忠告是你要省钱。那我也不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看节目的各位说做人要省钱。谢谢大家。我觉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居然给我找着这么一个角度，一个完美的角度。对呀，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蔡英文获得了71票，太棒了！